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风口之上的逆行者，肖战商业奇迹背后的市场新逻辑。又书名号：肖战这事儿还真有点意思。今年春节档电影市场挺热闹，动画片扎堆上映。不过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一部武侠片《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》居然杀出重围。这片子上映前就不太平，网上争议不断，有人在使劲捧，有人在拼命踩，总之就没消停过。结果呢？这片子不光国内票房不错，海外市场也卖得挺好，还拿了个武侠片影史冠军，这事儿挺有意思。肖战这个人挺有意思，有人爱他爱得要死，有人恨他恨得要命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人家确实有点本事。你看啊，电影还在上映呢，他代言的品牌就一个接一个官宣，先是什么饮料续约，又是牙刷升级成全球代言人，最近连运动品牌都给他升了咖位，从潮流产品代言人变成了整个品牌的全球代言人。这事儿放在娱乐圈还真不多见，毕竟现在经济形势一般，品牌方找代言人都挺谨慎的。说到李宁这个代言，他们家的广告拍得真有意思。别人家拍广告都是品牌为主，明星为辅，他家倒好，整个广告几乎就是肖战个人秀。在健身房里一身黑色运动服，又是举铁又是跑步，身材确实练得不错。这种拍法也挺少见，按理说品牌方花了钱，肯定的突出产品啊。结果人家反其道而行之，重点突出代言人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品牌方觉得肖战这个人比产品还重要，这待遇在娱乐圈也算是独一份了。其实这事儿你得这么看，现在娱乐圈竞争这么激烈，能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艺人真不多。肖战身上有个奇怪现象，每次他被黑得越惨，商业价值反而越高。这跟常理正好相反，按说艺人出了负面新闻，代言应该跑光才对，但他就邪门，越是有人黑他，人家品牌越喜欢找他，商业版图还越做越大。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叫逆反效应，就像是弹簧，压得越狠，反弹越高。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这事儿也挺逗，有人在网上组团打低分，结果呢，票房照样卖得不错。这种反倒帮电影做了免费宣传，让更多路人好奇，到底这片子怎么样啊？非得去看看不可。武侠片在现在的电影市场其实不太吃香，能在春节档这个档期杀出一条血路，确实不容易。有趣的是，这电影还2次延长上映时间，电影院线又不是慈善机构，能延期的片子肯定是赚钱的，这个道理大家都懂。业内人士都知道一个常识，电影关键不在首周票房，而在后续表现。有些片子首周靠营销造势能卖得不错，但没有真材实料的话，第2周就开始跳水。像这种能多次延期的，说明后劲确实足。其实吧，肖战这事给我们提了个醒，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，以前是流量为王，现在是实力说话。光有流量没作品，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。像他这样能在反复折腾中还稳住基本盘的艺人，肯定是有2把刷子的。你看他这几年演的剧也好，代言的品牌也好，都在不断升级，这说明市场认可度在稳步提升。娱乐圈有句老话，看一个艺人红不红，就看他能红多久。有些人像烟花，耀眼一时，转瞬即逝；有些人像老酒，越陈越香。肖战这事儿看着像是个例，实际上反映的是娱乐市场的新趋势。观众越来越成熟，品牌越来越理性，光靠炒作已经玩不转了。一个演员的商业价值和作品价值是相辅相成的，好作品带来商业价值，
商业价值又能帮助挑选更好的项目，形成良性循环。肖战现在走的就是这条路，用作品说话，用实力赢得市场认可。虽然网上吵得凶，但人该拿的代言一个没少，该拍的戏一部没落下，这才是真本事。说到底，市场永远是最诚实的裁判，品牌方花的可是真金白银，电影观众买的是实实在在的电影票，这些都不是靠刷数据能刷出来的。能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逆势上升，只能说这个人确实有点东西。风口浪尖上，方显英雄本色。